现在是8月份，都已经过去2/3了，也就意味着冬天马上就要过完了。这2天的气温确实能感觉到有所回升，所以呢，昨天我就给所有这些蝴蝶兰浇了一遍水。这遍水浇的还挺费事儿的，毕竟现在温度还是略微有点偏低。不过今天这期视频的重点不是要去说浇水，关于浇水在后面我再接着说。我今天重点想说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浇水的过程当中，我发现了点事儿。那今天来说说，具体是什么事儿呢？这还得从头说起。不过也不用着急，很快就能说完。但如果您真的很着急呢，就直接跳转到3分多钟去听结论，也就是我的发现。但万一您没听明白呢，就再跳回来从头听。好，那咱就接着说。话说4、5月份我出去转了一圈，这就1个多月没管他们。回来之后是5月份，给所有的都浇了一遍水。5月份的那次浇水还比较彻底，因为有一些长绿藻的呀什么的还要清一清。接下来就没有怎么好好的浇水了，因为不是比较忙了嘛。好在气温是越来越低，逐渐就进入冬季了。冬季气温非常低，用水自然就是非常的少。我不怎么给水呢，倒也问题不大。对，还需要补充一点，度假回来不是5月份吗？刚好是秋季，也正好是出花芽的时候，适当的减少给水，也就是控水，是促进出花芽的方法之一嘛。所以那会儿水是有意的给的少一些，意思也就是说，从那会儿5月份到现在8月份，这期间所有的蝴蝶兰植株都是处在水偏少的状态。这个水偏少的状态是相对于我之前养蝴蝶兰来说，水要少了很多。主要是之前比现在有时间，只要看到有点干了，很快就会给它浇一点水。这段时间呢，因为忙，可能都已经干了好多天了，才看见，才稍稍的给一点点水，就只是用一个小壶，或者是用我那个塑料的挤水的那个东西，稍稍的挤上一点点，都不会让所有的根碰到水，可能只有其中一小部分根能够碰到水，毕竟有一些水进到盆里去了嘛，进到盆里的那点水就会在盆里慢慢挥发，让所有的根可能都能感受到一点水汽。既然已经给水了，还那么吝啬，倒不是因为忙了，主要是因为冬季温度低嘛，不适合给太多。大致干到什么程度我会给水呢？最多也就干成这样，像这个根这样，有一点点皱了。是说盆里边那些根干的有点像这样，我肯定就会给水了。根儿都已经干成这样了，那些植料肯定是干的透透的了。经过了这几个月的干燥，尤其是冬季特别干燥，我发现了以下这些事儿。第一个发现是花芽出的多，在特别冷的时间段照样出花芽。这个花芽出的多，一方面是多花梗的多，另外一个方面是在冬季特别冷的那个时间段，以往会暂停出花芽，到气温有点回升的时候才会再又出一批。我这些蝴蝶兰因为在家里养的时间长了，它们出花芽的时间已经都拉开距离了，一年四季其实都有出新花芽的。秋季会比较集中，也就是会有比较多的蝴蝶兰在秋季出花芽。每年到冬季特别冷的时候，很少会在那个时候出花芽。不光是出花芽，整个生长都会放缓了，在那个时间段。今年可能因为冬季那会儿我没怎么给水，太干了，他就觉得说哇塞太干了，我得赶紧开花呀。不过呢，虽然我这么说，这也仅仅是开花的因素之一吧。另外的因素，我觉得今年的灯光比往年好，也是有帮助的。灯光的改善应该还是很大的帮助。我今年在架子上装了植物灯。第二个发现是，今年冬天没有任何冻伤。以往
这个蝴蝶兰每年都冻伤，唯独今年没有。这是我比较早期的一棵，所以画面里看到3颗，其实最初就是1颗，其他的都是苗分出来的。忘了是哪一年了，在花市买的。冬季的时候呢，它的茎就容易黑腐，连带着叶子也会出现问题，是每年冬季都会出问题，所以这个品种应该是不太抗冻。唯独今年没有呢，那我就分析是因为今年整个冬季它基本上处在非常干爽的状态，我没怎么给水，所以这3棵今年冬天没有任何一棵生病。记忆当中这是第一次它们没有在冬天生病。蝴蝶兰的冻伤不仅仅是会出现那种特别明显就是给冻坏了的感觉，冬季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容易生病也是冻伤的表现之一。冬季低温的时候控水，让植株尤其是根部处在比较干的状态，是防止冻伤的非常有效的方法之一。这就是我这个冬季因为忙给水偏少得到的结论。我这个给水偏少，让它尽量干呢，只是根部有点干，有一些根还有一点点皱了，但是叶子并没有干到那种特别皱的状态。比如之前我曾经抢救过的那打折花，像那个叶子皱成那样，没有干到那个程度。我所干到的那个程度呢，叶子总体上看起来还是挺好的，挺的。但我这么让它干着，叶子也还是有一些变化。这就是我的第3个发现了。这第3个发现是老叶片会加速干黄掉。这个老叶片说的是原本它就打算要掉落的叶片，掉落的速度我感觉比之前快。之前有时候发现某一个老的叶片要开始脱落了，已经微微有点发黄了，结果在那儿能坚持好几个月，甚至1年半载都掉不下来。而在我给它们控水的情况下，这些叶片就以相对快的速度变干变黄，然后就落了。我猜想植株呢可能觉得水有点不大足，那既然这个叶片打算要走了，就赶紧走吧，您赶紧走了，把水赶紧还给我。所以这个叶片就不再犹豫了，以相对快的速度离开。之前落的那么慢，那我猜想可能是我那会儿给的水太充足了，所以那个叶片就磨磨蹭蹭的很久不肯离开。我的发现说到这儿就说完了，再回过头来说说这次浇水为什么那么麻烦。主要是因为气温虽然有所回升，但毕竟还是有点偏低，所以呢我是一盆一盆抱到水龙头那儿，还兑点热水，把水兑到觉得有那么一丢丢的温，用这种不太凉的水一盆一盆的去冲了冲，所以就比较麻烦。如果温度不是这么低的话，我可以把它们都抱到户外，直接拉过水管子来哗哗的冲一冲就行，集体洗个澡，这就容易多了。今天的视频呢就先到这儿，咱们下期再见。下期我要展示这棵有点神奇，我单独为它做一期视频吧。那咱们下期见喽。